临床上呢，这样的情绪被拿捏的这个例子，您见过吗？其实呢是非常普遍啊，我们几乎呢是天天见到，因为我们的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呀，都是中老年的女性啊，她们降压药呢没有少吃啊，但血压呢总是稳不住啊，忽高忽低，尤其呢下午和晚上是非常容易高的。我们仔细聊下来才知道，他的儿女呢是工作忙啊，自己呢也独居啊，心里呢整天牵肠挂肚啊，担心孩子过得好不好啊，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你看我们的父母都这样子，总是担心自己的儿女啊，好吧，所以呢又怕打电话打扰他们，所以情绪呢往往是一个忧愁或是烦闷的状态，这就导致一个肝郁气聚的一个情况，影响了气血的运行。它的药呢是在努力的扩张血管，相当于是拓宽我们的道路，但肝气郁结之后呢，往往并不是简单的设置了一个路障，而是制造了拥堵就是像弹簧一样，并不是压缩了之后，而且它还会走向一个反的方向。因此呢，这是需要有一套合理合法的方式去解决另一位周先生呢是糖尿病患者血糖呢控制的时好时坏。他本人呢也极其的自律，后来呢发现他性格要强每次呢我们测血糖的数值都不理想特别的懊恼自责，这种持续呢导致了一个思虑伤脾和淤露的一个伤肝导致气血更加的紊乱脾脏的运化更差，血糖呢自然就更难平稳，陷入了一个血糖高焦虑以及呢气血更乱。你看一个负向反馈，最后呢也导致了一个血糖的升高的这样的一个反馈情况这听着确实得让人警醒这个情绪呢，这位总指挥官呢，他一旦失调了，简直呢就从根儿上，对吧？是的，扰乱了我们身体的平衡。那么尹医生就是对于咱们这个很多操劳了一辈子然后习惯呢，就是你看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大多数的这个都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呢就习惯把话呀憋在心里边，或者呢觉得说，我这脾气天生就是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是的，就是他们该如何意识到并打破这个情绪到气血呀，到指标的这一个恶性循环呢？咱就说咱常劝就别往心里去，对吧？是的。那确实他显得无力，就是除了咱们这个有意识的管理情绪我们身体还有一个自带的最重要的一个情绪稳定器和气血修复站，它的状态好与坏决定了我们白天的情绪这底盘稳不稳，对吧？以及说咱晚上身体的修复深度够不够这些。那就是说咱们这个睡眠睡不好，会不会是我们的第三个隐形的一个推手呢？主持人呢其实说的是非常的对我们在中医理论中睡眠绝非是简单的一个休息往往呢是一场至关重要的阴阳平衡和气血归元的仪式尤其呢对于三高这类慢性疾病，我们称之为是阴阳的一个失衡，气血津液紊乱相关的状态高质量的睡眠和吃饭和吃药一样的是治本的一个根本那您能用这个中医的理论来给我们讲讲，就是假如说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到底是在进行着哪些关键点的一个修复呢？就包括说我们假如说这个有很多叔叔阿姨睡不好这个一旦这个睡眠被打断了，那我们的这个三高就是很难再平复了吗？对其实优质的睡眠是让身体自然的一个放松称之为是阴血的一个滋养阳气的一个潜藏，这样的一个黄金的修复期也就是说得睡得好睡得好能稳住三高对，睡得好才能稳得住一般的话我们核心有三大作用我们称之为第一条是阳气入阴血压自稳在白天阳气外浮主动活动，夜间呢我们的阳气入阴得以安眠。你看阳入于阴就非常的顺利，整个过程呢非常自然我们血压呢也随之下降，心脑血管呢得以休养。若失眠多梦，甚至呢打鼾憋气，我们阳气呢往往是浮潜浮越来潜气血呢导致一个扰乱的一个不休，心脑血管呢也持续的加班长期的耗伤阴血，导致一个阴虚阳亢，血压难稳这第一条。第二条呢是养血归肝降糖呢是化脂。中医讲人卧则血归于肝睡眠时呢血液也是濡养我们的肝脏，当我们的肝脏疏泄，肝藏血功能正常，这时候才能够
更加高效代谢的我们的糖分。是的，如果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肝气失养，疏泄也会失常，我们的糖脂代谢紊乱加剧这时候呢，滋生阴火，打破了身体的平衡。第3点呢是心肾的一个相交，我们称之为是水火既济心火向下走，而肾水呢往上走，出现了一个温和就像冬天的阳光一样，很温暖但不燥热深度的睡眠依然是乃心火下行暖肾水。当我们的肾水上济降心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肾往往是平和的状态思虑过度耗伤心液，或老年人随年龄的推移导致一个肾精的亏虚会导致一个心肾的不交，引发失眠早醒，继而呢干扰全身的阴阳气血，成为3高顽固不化的内在诱因。咱们说这个原来说这个一夜安眠是的，它不仅仅是精神的一个修复，它更是咱们这个心肝肾气血阴阳，对吧？这一次深度的一个交融与修复。是的，睡不好呢，等于说咱们这个身体的根基在动摇，